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缺席 Vogue 封面，直播心不在焉引争议，网友呼吁多些礼节与宽容。看到 Vogue 20周年封面一出，网友立刻开始热议，为啥没见到赵丽颖？邀请名单里杨幂、刘亦菲、张小斐、辛芷蕾等85花扎堆，光看阵容就能感到重量级。于是赵丽颖缺席这一点被放大，讨论迅速扩散，有人质疑，有人大力支持，舆论一时间呈现出明显两极分化的态势。下面把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脉络里解读，从绯闻风波、公开回应、线下宣发缺席，到直播中心不在焉的形象表现，媒体与公众的期待如何影响艺人的职业形象与私生活？网友的批评与同情又透露出怎样的社会心理？事件回顾：从绯闻到算你没，再到 Vogue 的空白。2025年以来，赵丽颖的公众形象似乎出现了变化。年初网上曾传出她与导演赵德胤的绯闻，尽管她选择沉默，继续工作，但在新片在人间临近播出的阶段，绯闻再度被推上风口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讨论，她终究回应了媒体一句算你没，迅速被放大解读，随之而来的是嘴没个把门没素质的指责。随后在电影酱园弄宣传期内，赵丽颖较少参与线下互动，也未频繁出现在主创合体的公开活动中。反观部分同辈如杨幂，几乎天天营业，出镜量、互动量都很高，这种对比让部分网友很容易给赵丽颖扣上耍大牌的帽子。接着，赵丽颖作为云南白药代言人参加李佳琦直播，但直播中的她频频看题词器，眼神显得飘忽，回复简短，被部分观众认为没准备不敬业。在直播里，她对新剧《造成者》只有一句很有趣的评价，让曾经喜欢她那种滔滔不绝讲角色的粉丝略觉失落。舆论放大镜：为什么公众对明星的每一次表现都如此敏感？首先，明星与公众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期待回报关系，大众通过作品、采访、社交媒体等渠道构建对明星的认知，敬业、亲和、幽默、真诚，这些都是公众希望看到的标签。一旦明星在某次公开场合的表现与既有认知不符，便容易触发强烈反应，粉丝失望，路人批判，媒体放大。其次，网络舆论的及时性与爆发力让细节被无限放大，一句算你没或一个看稿子的动作，都可能被截成短视频，配上解读，引发评论风暴。媒体与自媒体为了流量，会把片段化信息推向极端解读，于是小事变成大事件。再者，性别与公众期望也在起作用。女性明星常被要求在形象管理上更完美、勤快、亲民、谦逊，不发火。任何与此期待冲突的真性情表现，都更易被当成缺失礼仪的证据而遭到批评。赵丽颖作为曾被视为拼命三郎的一线女星，这种落差感尤为明显。专业角度，直播表现真的等同于不敬业吗？直播是高强度的即时表演，要求反应迅速，话术熟练，互动不断。李佳琦式的带货直播更接近综艺现场，嘉宾若不擅长或未充分准备，确实会显得插不上话，但这不必然等同于不敬业。可能的原因包括当天身体或状态问题、临场不适、疲劳，甚至轻微不适都会影响表达与表情管理。心理负担，绯闻与舆论压力会影响明星的现场状态，使其难以展现自然活力。工作安排密集，长时间排期、高强度拍摄会消耗精力，导致直播表现受影响。风格转换，有些艺人选择低调表达真实感受，而不是表演式热情，这是一种风格，而非能力缺失。因此，单凭一次直播来判断一个演员的职业态度，
未免过于草率。职业敬业应看整个周期内的工作态度与产出，而不是片段化的公众表现。社会文化透视：公众为什么既仰望又苛责明星？明星既是艺术工作者，也是公众人物。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承受比常人更高的审视强度。公众在消费明星作品之余，也把自身价值投射到偶像身上，偶像的行为能被视作社会价值观的符号。因此，当明星言行与主流期待不一致时，会引发较为激烈的价值判断。与此同时，网络匿名性放大了情绪表达的极端性。一方面是粉丝护短的激烈支持，另一方面是键盘冷嘲的无情否定，两者共同构成了对明星心理与职业的双重压力。平衡视角：赞美与批评并存的网友声音节选。以下为整合自各平台的典型评论，涵盖褒贬两面，代表舆论的多元声音。支持与理解的声音：人家也是人，压力那么大，偶尔低调一点又怎样？作品好就行。他一直很真性情，不想做作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们应该尊重。直播状态不好，也可能是身体或精神状态不佳，别太苛刻。媒体和粉丝都太爱放大了，给人一点私人空间吧。双引号。批评与不满的声音。Vogue 都请了这么多大牌，作为一线女星缺席不解释，难免被怀疑态度问题。直播看提词器，回应冷淡，这种职业场合就该专业一点。那句算你没太随意，公关不当，会害了自己。既然想低调，作品宣传也要到位，别总靠沉默制造神秘感。双引号。中立并建议的声音。理解他需要调整，但作为公众人物，有时还是要把话说清楚，避免误解。大家别一面倒，既然批评就要有建设性建议，比如多参加活动，主动沟通。媒体别老盯着主观解读，更多关注作品质量。双引号。这些评论体现了公众情绪的复杂性，既有出于同情的保护欲，也有对职业规范的期待。舆论并非单一的对错判断，而是社会不同价值观的碰撞。对照丽颖的影响与后续建议。短期内，舆论可能会对她的商业代言与活动邀约产生影响，品牌方通常偏好活跃、正面公众形象的代言人，因此负面讨论可能带来短暂的商业波动。但从长期看，赵丽颖靠的是作品与演技积累，若她能通过稳定高质量的作品继续回馈观众，争议会逐渐淡化。给出几条较为务实的建议，供艺人与团队参考。一、透明沟通，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，适度解释缺席或状态，可降低误解扩散。二、节奏管理，合理安排公开活动与休息时间，避免过度曝光导致疲惫表现被放大。三、危机公关，遇到舆论高峰，及时给出有诚意的回应，而非冷处理或冲动反击。四、作品为先，以作品说话，持续输出高质量影视作品，是修复公众形象的根本路径。五、心理支持，团队应关注艺人心理健康，必要时提供专业心理辅导与减压方案。结语，既期待真性情，也要体谅职业现实。明星不是塑料机器，他们有情绪，有疲惫，有脆弱。赵丽颖近期的一连串公开表现，从沉默到爆发，再到低调出镜，反映出她在职业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拉扯。公众希望看到完美的偶像，但现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状态不佳的时候。舆论的监督有其积极意义，它可以敦促艺人承担社会责任，保持职业素养，但当监督演变为无情的放大与人身攻击时，就失去了边界。对赵丽颖而言，公众的理解与宽容能够给她更多喘息空间，而她真诚、稳步以作品回报观众的态度，也将逐步修复形象。最后送给观众与媒体一句话：
在享受明星带来的娱乐与感动时，也请记住他们是人而非符号。多一点耐心与理性，少一点情绪化的消费，或许我们能共同营造出更成熟、更善意的舆论生态。